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追了一部剧32集，一路陪着两个人从错过到重逢，从怨恨到心软，你以为苦尽甘来，只差最后一步，结果第33集，编剧直接把你的心捏碎了。这就是这一秒过火大结局播出之后，无数观众此刻的心情。8月5号晚上6点，腾讯视频和爱奇艺同时解锁大结局，官方还特意做了一个加更礼包，4集连播，说是直通结局，观众都以为这是在给团圆做铺垫，谁能想到这4集连播的是一场彻底的告别。慕容清逸和任素素这对拉扯了32集的恋人，最后没有等到属于他们的岁月静好。清逸在最终的决战里几乎耗尽了自己所有的力气，倒在了那场大火之中，素素活了下来，却是带着满身伤痛活下来的。有人说，这样的结局比死亡本身还要让人难受，因为你看着他活着，却知道他心里那部分已经跟着清逸一起，永远留在了那个夜晚。如果你还没看到结局，不想被剧透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如果你也是那个从头哭到尾的人，那就跟我一起把这个结局重新过一遍。说真的，追剧追到这个地步，很少有人还能保持理智。毕竟前面32集，观众陪着这些角色走过了那么多次生离死别，好不容易看到一点甜，一点希望，结果最后4集，一口气把这些希望全部收走。这种感觉不是单纯的伤心，更像是一种被骗了很久之后的那种无力。其实回头看，这部剧走到今天，一路都不容易。它开播的时候争议满满，有人说剧情乱得像一锅粥，3兄弟和一个女主角，感情线绕来绕去，绕出了叔嫂禁忌、假死重逢、身世成谜，一堆狗血标签贴在他身上。可就是这样一部被吐槽到不行的剧，硬是靠着张凌赫和王楚然的演技，把观众一点一点拉了回来，热度一路飙升，招商收入刷新了民国剧的记录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开播初期，弃剧的声音铺天盖地，可越往后看，越有人回来补课，因为大家渐渐发现，这部剧真正打动人的，从来不是那些狗血的设定，而是每一个角色在乱世里拼了命去爱、去守护的那份认真。而这份认真，最后换来的是一场几乎无人幸免的结局。你猜怎么着？越是这样一部争议不断的剧，越容易在结局这天把所有攒了很久的情绪一次性引爆。先说清逸和素素这条主线。3年前，素素为了救人假死离开，留清逸一个人沉在失去他的痛苦里。3年后重逢，他却成了他名义上的大嫂。两个人在猜忌和试探里反复拉扯，好不容易把误会一点点解开，感情也重新燃起来，国难却在这个时候降临。清逸选择和最大的敌人正面对决，那一场决战里，他几乎是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，倒在了熊熊燃烧的火光之中。素素在街头崩溃痛哭的画面，弹幕全是心疼。很多人说张凌赫这场戏演技真的绝了，那种明明还有话没说完，却已经撑不住的状态，看得人喘不过气。如果你也觉得这场戏拍得太狠，太让人意难平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没看到的人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再说慕容家的另外2兄弟，大哥慕容青鱼本来该是最风光的那一个，结果在自己的婚礼殿堂上被人暗算，直接死在了本该最幸福的那一天。3弟李伯泽为了掩护清逸的行动，假意投靠敌方，最后为此付出了生命。还有叶之红，他一个人开着飞机炸毁了那座害了太多人的药厂，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这3个人，一个死在婚礼上，一个死在背叛的伪装里，一个死在没有人陪伴的天空中。全剧看下来，几乎每一个你曾经心疼过、支持过的角色，最后都没能留下来。活下来的人，日子也不好过。海棠青失去了自己深爱的人，只能一个人继续走下去，往后的每一天大概都要一个人扛过去。慕容家的妈妈和大姐平安无事，但眼睁睁看着家里的几个孩子接连离开，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，比死亡更折磨人。有观众说，这才是全剧最扎心的地方，死去的人痛一次，活下来的人要痛一辈子。唯一让人松一口气的，大概只有小小的洛安，这个孩子什么事都没有，也算是这场悲剧里留给大家的一点点安慰。大结局播出之后，微博热搜上这一秒过火大结局和张凌赫回应这一秒过火大结局2个话题同时挂上高位。
张凌赫发了一句话：“逃跑吧，我们一起。”很多人解读这是轻易留给素素最后的一句救赎，也是他留给所有被虐到的观众一句温柔的安慰。他后来还透露，剧组其实拍了2个版本的结局，一个版本大家都还在，一个版本大家都不在了，而最终播出的正是最狠的那一个。评论区里你们有没有猜到，这个消息一放出来，多少人是又哭又气的？如果换成是你，你希望看到的是哪一个版本？最让人五味杂陈的其实是全剧最后那一段，镜头切回到最初，所有人都还活着，都还笑着，轻易和素素像是回到了故事刚刚开始的那一刻，岁月静好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有人说这是编剧留的一点温柔，让观众带着一点希望离场。也有人说这不过是轻易弥留之际，脑海里最后闪过的画面是一场注定醒不过来的梦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官方又放出了一条 IF 线的番外，画面里轻易和素素在亲友的祝福声中完成了婚礼，强捧花，撒鲜花，笑得毫无保留。这段番外一放出来，弹幕瞬间从眼泪切换成了治愈。很多人说这大概是剧方留给大家的一颗糖，正片虐得有多狠，番外就补得有多甜。但你我心里都清楚，梦终究是梦，番外终究是番外，戏里没有真的团圆，戏外只剩下我们这些看到最后心里空了一块的观众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为什么这样一个几乎全员离散的结局还是能让这么多人念念不忘？大概是因为这部剧从头到尾讲的从来都不是一个轻松的爱情故事，而是一群人在最坏的时代里依然选择去爱，去牺牲，去守护彼此的故事。轻易和素素没有等到属于他们的圆满，但他们让彼此在最痛的岁月里都感受到了被爱着的那份温度。这份温度也许比一个简简单单的大团圆结局更让人记得住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一部剧能让观众争论好几天，本身就是它成功的地方。这些天关于结局的讨论一直没停过，有人说编剧太狠心，有人说这才是乱世该有的样子，还有人说正是因为结局这么痛，才让人真正记住了这部剧，而不是像很多甜宠剧那样看完就忘。看到这里的你，一定也是一路陪着这部剧从第1集追到最后1集的人。真的很感谢你和我们一起见证了这些角色的相遇、成长、遗憾与告别。或许故事已经落幕，但他们留给我们的感动却不会因为剧终而消失。有些角色明明只是荧幕上的人物，却陪伴了我们无数个深夜，让我们因为他们欢笑，也因为他们流泪。真正让人难以释怀的，从来不是结局本身，而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，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，还有那些拼尽全力却依然无法改变的命运。也许正因为遗憾，才让这段故事显得更加真实，更值得铭记。如果这个结局同样让你久久无法平静，欢迎把你的感受留在评论区，告诉大家你最舍不得的是哪一个角色，哪一句台词最戳中你的心。如果还能改写一次结局，你最希望谁能够拥有一个圆满的未来？期待看到你的分享，也希望我们能一起把这份感动继续延续下去。我们下期见。